你們好哈。那這是今天的3張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點呢，你可以按下暫停。如果你已經選好了號碼，記得在留言區做一個更強的連結哈。那不囉嗦，我們就開始嘍。好，那我們從選擇第1號牌的朋友開始哈。我們裡面有5張牌，然後我不會一張一張講，可是我會讓他們各自的交錯組合之後來看它整個狀態哈。那我們今天的題目是新戀人已經注意到你了啦。其實就是說，你已經出現在他的視野裡面。我們來看一下他整個5張組合起來的一個狀況哈。首先呢，他注意到你的那一刻哈，並不是因為你做了什麼特別的事情，那更像是一種頻率突然撞進了你的世界，兩個能量突然就在某一個狀況裡面重疊起來的一個感覺。因為這裡之中還是有一個愚人牌的能量啊，我們這邊有愚人牌、聖杯2、金幣9、命運之輪跟權杖2的逆位。因為愚人牌作為這整副牌的第1張牌的時候，它帶來一種自由、未確定，然後有一種奇妙的吸引力的一個開始。這個人其實一開始並沒有打算去找愛情，沒有要去找到誰，他是在自己的生活的步調裡面，忙着自己的工作或者專心在自己的旅行然後只專注在自己的一些夢幻的小世界裡，躲在自己世界的人。可是命運之輪跟聖杯2出現的時候，代表他的不經意的某個時間點你這個人的出現，把他帶離開了他的那個軌道了。因為命運之輪跟聖杯2，它有一種全新的方向感出現，命運之輪有一種契機的巧合點出現，所以他在他原本以為他的路徑裡面被你的出現所影響，撞出了另外一個岔路，他轉彎了。所以他可能在某個社交場合，然後去逛街，有可能甚至在網絡上某個點來點去，社群這樣點來點去，他有可能就這樣看到你，然後甚至對於你的出現的訊息、你的樣貌，還有的形象都有可能感受到你一些特別的地方。所以他那一瞬間的觸動不是說這個人我想要追到，我想要佔有他，不是，而是這個人有一種很特別的熟悉感。因為愚人牌的能量讓他感受到一種輕盈和新鮮感，他不會像以前認識的任何人這樣，就是那個感受，你的出現，你的感受跟其他他以前認識的人完全不一樣了。所以你跟他之間，你並不需要努力去吸引到他的注意，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很強烈的風，他很難忽視。然後他吹動了他某個內心早就已經麻木的感覺，被叫醒了啦。這裡要講的就是被叫醒。那麼愚人牌如果跟命運之輪結合的話，其實就是某種特別的命運的路徑介入了，然後喚醒了他內心的一種新的好奇。因為愚人牌跟命運之輪這個組合非常特別哈，因為愚人牌代表新的啟程嘛，而命運之輪代表宇宙的一種特例的轉動。所以當這2張牌同時出現的時候，往往象徵什麼？命運被推動到一個意想不到的開始。他注意到你的過程不是有計劃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去創造的。他被這種自然而吸引，可能是你沒有意識到的時候，你的某個舉動笑容、照片穿着對話是你錄的影片限動之類的啦，各種訊息讓他有一種這個人應該會在我的人生裡面有特別的意義的存在，他有這個感覺。所以這樣的吸引力不是激烈的，也不是馬上要讓他行動的，而是讓他開始觀察說，愚人牌的純真跟命運之輪的不可控的這種結合，在他心裡產生了一種，好像我不能夠只感受這個人一次，我想要再遇見這個人更多次，去接近他。他內在會有這個念頭，即便只是在網絡上、社群上看到你的照片的時候，他就覺得這個人我要認識我要認識，怎麼可能我跟他不認識？我跟他一定有什麼能量上的交流所以他就算心裡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感覺，但是他就很理性的告訴自己說，好像也只是個巧合吧。但是心裡的那一個想要再遇到你的念頭，卻沒有辦法被消磨跟掩蓋。所以情緒上在愚人牌跟命運之輪這一步，他其實在情緒上已經被往前推了一步了。所以他很難去壓抑自己，不去注意你的很多訊息可能你的共同朋友有誰你的生活圈生活的範圍在哪裡他也不確定你是不是就是他命中注定愛情要找的那個人啦。但是命運之輪已經讓他進入一種好像無法不觀察你，無法不去等待你新的消息的一種狀態
那我們再看到聖杯2跟權杖2逆位的這個結合，因為聖杯2是一種心靈對話的能量，而權杖2象徵他還不確定如何採取行動。他對你產生了好奇，但這份好奇不是立刻行動的，因為他其實有點被你嚇到，你散發的氣場讓他覺得你不是容易接近的人。聖杯2意味着他在情感上面對你有某種共鳴，像是我懂這個人，然後他的氣息好像有點熟悉。可是權杖2的逆位又代表他的不確定，他的猶豫，心裡會發生一種訊號，就是我該主動嗎？我主動了會不會太突兀了，太唐突了？他目前還在內心的試探啊，可能在想說，他會對我這種類型有興趣嗎？他是不是已經有了對象了？這樣，所以他會在生活裡不經意的去觀察你留下了任何的線索、訊息、痕跡，但又會假裝一切無關緊要。這種狀態就像是他在宇宙裡面等待一個很明確的暗示。命運之輪讓他覺得，如果真的有緣，就會再遇到一次。他一直給自己這樣子的借口。所以這段能量其實有點矛盾哈，一方面他確實注意到你了，另外一方面他卻刻意壓抑所有的行動，因為權杖2的逆位讓他害怕跨出那一步，然後會打破很多的平衡跟安全感，而愚人牌又讓他忍不住想要靠近，然後我覺得你可以理解成他正在懷疑自己的感覺啦，而這種懷疑反而證明了他真的被你影響，他真的在心裡很重視你的存在。那再來，我們看到金幣9跟聖杯2的結合的話，金幣9，我覺得在這5張牌是一個很關鍵的牌啦，它代表自信啊、穩定啊，還有他個人的獨立，所以對他來說，你的氣質有一種不需要誰也很好的一種能量，就是自己就可以了，我自己很好就好了，這樣，所以這樣子的特質對於這一個人來說，他覺得這個非常有吸引力，然後可是又讓人感覺到不安，因為你好像不需要任何東西，不需要任何人的靠近。現在是非常好的獨自的能量，因為他會覺得說這個人太有自己的人生了，我能走進去嗎？可是，在這一步的時候，他也忘記了他本來愚人牌所帶來他在自己的生命的軌道裡，這樣他真的完全被影響，完全被你這裡的路徑所吸引去了。所以在他的眼裡啊，你不是缺少愛或是等待誰來拯救的人，而是能夠讓生活充滿光彩、節奏感啊，各方面都要有自樹一格的人，這樣。那聖杯2的情感共鳴啊，讓他很想靠近，但金幣9的成熟又讓他不太敢很快的就出手，所以他對你的注意力不是來自外貌或是短暫的新鮮，而是一種想要了解你的、更深入了解你的一種好奇。他可能會在腦海裡模擬各種對你的說話的場景啊，想象如果你們都見面了、聊天了，該說什麼？如果真的開始互動了，會不會尷尬啊？這些畫面在他腦中越來越清晰，讓他確定說，你不是他平常會吸引到他的那個類型，但卻在這段時間突然讓他喚醒了某種愛情的感覺，就是我可以重新在愛情的領域裡面再開始。你在他內心的喚醒了那種好像某種他忽視的火苗所以愚人跟金幣9結合代表什麼？他被你帶出了一個新的情感的方向，你讓他覺得戀愛不一定要非常劇烈的，不一定要非常佔有抓住的，只要存在彼此的世界很靠近、有溫度就可以了。所以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很久沒有遇到的一種平靜的吸引、靜靜的吸引，而不是那種佔有的慾望式的，而是心靈好像被什麼勾住的那種吸引力。所以我們再看到，如果命運之輪跟權杖2的逆位結合的話，它講的是某種宇宙在推動，可是它又有所遲疑的一個狀況。我覺得這個組合幾乎可以說是說，他內心明明被推着走，可是卻一直不斷的為自己踩剎車。因為命運之輪不斷創造你們相遇的機會，你常常出現在他的視野裡，一直在創造這些東西。但是權杖2的逆位在他心裡成為一種退縮觀望的一種無法跨出那一步的阻礙吧，所以這通常出現在一個緣分啦，相遇剛開始的時候會有的一個狀態。因為宇宙的流動其實很明顯，世界會安排你們有交集，也會安排很多巧遇的場合活動，甚至在網絡上的空間裡面，會常常在差不多的時間裡面 po 文，或是他的 po 文，或是他的限動各方面，第一時間就會被你看到，或是第一時間他就會被他看到。所以像這樣子的狀況創造了很多的視野，創造了很多的曝光，但是他可能每次遇到了，他又臨陣退縮
這不是他不想靠近，而是有的時候會有很多的這樣子的狀況，是在測試他的勇氣到底堆積到了哪裡了。所以有趣的是，愚人牌跟命運之輪的能量都在暗示說，一旦他跨出去那一步，你的任何反應都會徹底改變他的生活。但目前他仍然在思考說，這種感覺是真的嗎？還是我太過投入於或是依賴着我腦袋的幻想？他其實有一點害怕自己誤會。那權杖2的逆位，這種能量讓他過度思考了，然後金幣9的穩定又讓他覺得你太完整了，完全不需要他，他幾乎覺得沒有必要靠近。所以這些能量靠在一起的時候，就讓他变得很保守，速度變得很慢，甚至可能讓你覺得說，這個人根本沒有在注意到你。我的意思是說，也許你有知道有這個人，可是你心裡現在設定的答案就是，這個人可能根本就完全不在乎你這樣。但其實事實上，他已經在心裡一直重播了，注意到你的那些瞬間，還一直演練了跟你第一次對話的一個場景啊。所以我看這5張牌的結合，這5張牌的結合其實有一些很重要的內心的劇場啦，就是說，如果我們把這5張牌視為一個連續的劇本，那劇本會是什麼？就是他在命運之輪這個狀態裡面的時候，原本那個平靜的生活被你的出現打亂，因為愚人牌的能量出現，進入了他的生活被打亂了。再來聖杯2，聖杯2講的是說，因為你的獨立、你的距離感，那個距離感就是金幣9，那讓他沒有辦法往前，那就是權杖2。它是一種內心已經有行動，可是外在都還沒有開始的一個狀態。他現在的注意力是專注的、很真實的，但是都沒有辦法具象化。就像他已經對你有某種默默的投射，會幻想你在日常生活裡面的樣子，然後有時候聽到某些歌的時候會想到你，然後甚至在很多的角度裡面想要去試着了解你的興趣，只是他還沒有找到那個安全的進入的那個狀態。那權杖2讓他害怕打破這些平衡了，所以他可能心裡在想說，如果這個人真的跟我是不同世界的話，我到底該怎麼靠近？然後命運之輪的存在又在告訴我們說，宇宙並不會讓這段能量停滯太久，他必須要掌握好。那當愚人牌帶來的機緣跟命運之輪的推動，通常啦會發生在很多的偶然的相遇再遇到，所以其實無論他在等待什麼更好的時間點，其實我覺得光是愚人牌跟命運之輪就會把你們2個推動到一種不得不的對話裡，不得不共同面對的事件裡，不得不同時出現的場合裡。光這2張牌的能量就很強，所以他的行動啊，應該會在這些不得不之後，從觀察轉為接近，或是直接互動。所以這時候你的能量的姿態就會決定後續的一個走向哦。如果你仍然維持着金幣9的這種自信自然，他會覺得安心。但如果你表現出過多的防備，就是你即便只是自己一個人，但是你散發出來的氣息是我不需要愛情，我不需要其他人就能惹到這世界。那這一個你的新戀人，他就會表現出很多的防備，他就會完全退回到權杖2逆位的那種猶豫的狀態哈。所以啦，我覺得整體看來這整組牌啊，不只是他有注意到你，而是命運讓他會意識到你。然後愚人牌加命運之輪的象徵裡面，有一種很意外的開端。聖杯2是一種情感的共振，然後金幣9是一種你會獨立起自己的光芒，然後權杖2的逆位則是他還沒有準備好出手。這幾張牌整個結合起來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就是說他確實是有注意到你，但是這份注意還在消化中，他正在試着理解你在他的生命中出現的意義，然後他會覺得你像一面鏡子，然後映出他過去沒有看見的自己，所以他會開始想要定義什麼是喜歡，什麼是值得靠近的人。所以這段關係的起點是一種宇宙式的沒有明確的對話，卻有能量在拉扯，然後沒有行動，可是在情感上面有互相的感應。所以如果你最近偶爾感覺到有一種莫名的直覺，突然覺得好像被人想着，然後做夢的時候會有一些模糊的身影我覺得那可能就是這個人有很多內心的靈魂的想要去對你說的話，
然後可是在空氣中做了一個呼喊，而你這邊的能量應該有跟他有一些不錯的交集跟契合的點，然後已經在空氣中能量上已經做一個結合，所以你這邊的能量也差不多慢慢的被牽動，只是還沒有到近色的一個狀態了，但是確實它已經着實的存在了，然後呢，我們再往下看，看他是不是有什麼後續的行動跟人格特質啦，我覺得他目前的心理狀態就是已經動了啦，但還在等一個合理的理由，然後讓他靠近哈。所以這5張牌的組合交錯組合的話，我覺得最顯眼的一個矛盾是說，他內在其實是很熱的，可是外在是很滿的。因為愚人牌跟聖杯2讓他心裡有一種單純的喜歡，可是金幣9跟權杖2的逆位又讓他保持觀望，他不想太早表態。我覺得這樣的性格通常出現在他一個理性跟感性混合的人身上啊。我覺得他不是逃避，而是怕什麼？判斷錯誤哈。所以我覺得他人格的整個內在的底色是理性的外殼下面，可是对於整個人生的夢想是一種夢幻的理想派啊。所以整個牌組可以看出來說，他不是那種衝動的人格。雖然愚人牌象徵那種自由跟冒險哦。但金幣9跟命運之人的搭配時，愚人的衝動就被理性包住了。這意味着他外表看起來很隨和，甚至有點漫不經心哦。其實內在有強烈的自我的規劃感。他相信事情要自然的發生，不喜歡強求。他覺得愛情不是為了要追到誰，而是要在對的時間點發生那種強烈的碰撞。所以這種個性讓他對感情有一種成熟卻被動的一個姿態。他喜歡一個人的時候不會急着靠近，然後用觀察的取代去行動。他可能會默默的留意你的各種生活細節、社群 po 文各方面的限動，或是在你出現的場合。他喜歡先了解對方，然後再慢慢的出手，然後再慢慢的靠近，就像確認命運其實真的有在為你們安排很多事情。所以他其實是準備靠近，但是會拖得比你想象真的久一點。所以他的人格有一部分帶着一種命運論的感覺，這種命運之輪跟聖杯2的能量的交錯，他相信如果是對的人，不會讓你們錯過的，你們一定會在對的時間點地方遇見。這種信念其實啦，在現實的狀態裡面會讓他錯過一些時機啦，但也讓他保持比較誠實。他不願意假裝喜歡，不願意假裝曖昧，他只想要等着那一個最自然的方向發生。其實他有一點點絕對浪漫主義的那個內在人格狀態哈。那他對你的態度，我覺得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是觀察，然後再慢慢的靠近嘛。因為權杖2的出現代表說他在行動上會有很多的拖延，他會用間接的方式靠近你，譬如說加入你的相關的社群啊，興趣各方面的可能他會發現你跟他有共同朋友啊，然後會試着去給自己創造一些可以跟你偶然互動跟偶然遇見的一個情況，但他不會主動告白跟立刻表達對你的興趣，他會慢慢的去抓到說你們之間的那種不確定性能不能一個一個被接住，能不能一個一個變得比較穩定，這樣他需要很多的確定，還有很多的暗示，他需要很多的測試你是否有感覺到他的存在。只要他感覺到很多的測試跟確定都出現了，他感覺到你能夠接納他了，他就會把它切換到愚人模式，而不再用權杖2的模式。愚人模式是什麼？快速的只用勇氣的靠近。其實這組牌最麻煩的就是愚人牌跟權杖2的撞擊啦，互相拉扯，拉了太久了。所以那個時候愚人牌的模式出現後，它就會展現一種截然不同的樣子，從安靜變到外向，從穩重變到有點小冒險。它其實是能夠給人驚喜的啦，尤其愚人牌的能量讓它用一種很幽默跟突發式的方式把你們關係跟拉近啦。所以他可能會邀請你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後分享一些有趣的影片給你啊這類的，然後其實這些都是他的一些小試探呢。我覺得他不擅長跟一個人直接說出我喜歡你，但是會有很多的細節表達哈。例如他會記得你說的一些話，然後把它當成是一種跟你對話的開端，然後或是你的一些限動或 po 文有一些他看到出一些小麻煩小問題，他就會立刻告訴你一些方法。那聖杯2的流動會讓他在這些互動裡面非常專注，他不是很多情啊，但是他一旦被你吸引，他就非常認真哈。那我覺得他現在的心理狀況，他確實還在等那一個信號，就是命運之輪一直在轉嘛。
他有感覺到宇宙正在推動他往哪裡走，可是就是因為權杖2的逆位，讓他一直很害怕自己走錯方向，所以他可能正在想說，一切都是我多想的呢，還是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幻覺呢？要是對方根本就沒有注意到他怎麼辦？他為什麼會一直覺得你沒有注意到他？那就是因為金幣9的能量了，那個獨立性太強了，所以他不會立刻行動。但是又因為愚人牌的能量特別大，所以他一直被他內心其實一直在燃起的勇氣推動，然後命運之輪一直讓他發現很多巧合巧遇，然後你一直不停的曝光在他眼前，所以他心中只能期待什麼？一種偶然的相遇。他一直不斷的期待這件事情會發生，而且他相信會發生，因為他相信宇宙會安排最好的時間，讓他不得不讓你們兩個做出關係上面的反應，更多的對話，更多的靠近，這樣。我覺得他的各種內在情感的人格特質啦，是屬於那種真的很慢熱、很深沉的，但是是非常追求安全感的。因為這組牌的特質來顯示他的話，他在戀愛裡面是屬於那種很專注的類型。因為金幣9讓他欣賞到自己的自我節奏，他也不喜歡兩個關係是非常黏膩的，他喜歡兩個人都有自己獨立的狀態。然後愚人牌讓他非常享受某種事件的開端，但聖杯2又讓他有一種非常向往追求情感的深度的，所以這代表說他在愛情裡面其實有蠻多的矛盾的，想往前又不敢往前，想要真誠又不敢太靠近這麼內心，所以他的轉換就變成說他內心非常渴望一切就自然而然的發生，一切就自然而然走到对的位置就好了，不要有那麼多的曖昧，不要有那麼多的誤解。這才是他想要追求的安全感。那這個安全感裡面的更核心就是我們在這種自然的狀態裡面，就這樣理解了對方，就這樣尊重了對方，不需要太多的甜言蜜語，只需要彼此在需要的時候安靜的陪伴，一起出去玩的時候開朗的節奏。所以也因為他知道說，他一旦確認了你，相信了你，他就會全然的投入。他知道他是這個類型，然後他會把他確定的人當成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在經營，所以他不能隨便進入，因為他不會隨便放棄了。好，那麼我從這些牌看一下，他可能未來的行動的話，我覺得1-2個月內他還在觀察你啦，但是他一定會找到非常多可以靠近你的線索了。然後他會跟你有一些非常淡的互動，然後你會越來越發現這個人好像有浮現出來這樣。那再來3個月之後，命運之輪的那個轉動可能就會開始加強。那你們兩個人的真正面對面的真正的交流互動的連接的狀況，我覺得會變得非常明確。那這個關係已經開始了，兩個人的互動都已經開始，我覺得大概到半年之後，應該就差不多可以進入到確認彼此關係的一個狀況了。他應該會比較勇敢的去單獨邀請你呀、約你呀，然後可能兩個人的對話裡面就分享更多的未來的夢想啊，這些的就會開始比較有機會會去往交往跟確定伴侶的方向走了。所以整體看來，我覺得他本質上是一個相信時間會給他最對的答案的人了。那他的人一開始確實是比較慢的，但是他一旦投入了，他就不太容易放手。這個我們講了很多次，因為愚人牌讓他對愛情的想法是開放的。然後聖杯2讓他非常渴望靈魂的部分的一個連接，那金幣9是他非常堅持兩個人必須要有自己的獨立的狀態，不需要太多的牽制或太多的依賴，獨立的靈魂才是最有魅力的。然後最重要的是命運之輪一直在他內在推動了遇見你本身就是命運注定的這件事情，主要就是內心的唯一的拉扯就是權杖2的逆位了。那這些我們講完到最後一個總結，就是他確實已經注意到你了，而且你一直在他的視野裡面晃動，只是他現在在努力的規劃一些靠近你的路徑，所以他不是很急，他非常相信對的時間點，因為他本質上是有紀律的人，可是他內心其實是向往浪漫的，所以他的行動目前是慢的啦。不過命運之輪的轉動推動力比他想象中的強。他一直被創造出要看到你的機會，所以他絕對會走出那個觀望的狀態了。也許他現在還沒有開口，但他已經在計劃了，所以我們就一起樂觀的期待吧。好，那這就是第一張牌的所有內容。我們用這種交錯的方式，讓你比較知道牌跟牌的互相影響的一種能量的多樣性，所以讓你有看到更多的牌面上所有的訊息。那我們一起樂觀的期待吧。這個人他已經在注意到你了，你就自然的展現自己就好了，不需要太多的美化。不要你原本的樣子是怎樣，在這看到這組牌之前是怎樣就怎樣，這樣是最好。好，那這樣謝謝你來聽，祝福你。來，我們來看到選擇第2張牌的朋友，這邊有5張
塔羅啦，然後我這一次會用交錯的方式講這種狀況，不會只是單張講哈。所以我們有世界牌、權杖國王、金幣騎士、月亮牌的逆位，還有太陽牌哈。所以這一個人哈，我覺得他是明確知道自己要什麼，而且確實已經正在靠近你的人了。從這邊看得出來，他整體的能量是非常穩的，而且是有目標感的。像是世界牌啊、太陽牌這種吼，完全完整、確信好能量存在的這種牌出現的時候，哦，我覺得能量上有強烈的主導性。我覺得他是一種非常內斂的觀望，然後他一旦注意到你的時候，他就已經要開始行動了。那他的行動是有計劃的，所以他注意到你的時候呢，那一種我找到我想要的感覺非常浮現出來。因為世界牌跟太陽牌兩張牌放在一起的時候，幾乎可以說是他看到你的瞬間，就好像一種我好像等到了的這個直覺的聲音就會出現。這不是他那一種浪漫誇張的一見鍾情啊，而是更加是一種很強烈的確認感，確認自己的選擇出現了。所以他在注意你的那一刻的時候，內心出現的想法非常具體，就是這個人身上有我一直想要找的特質，然後這個人身上有會吸引我的地方，但是不是在外貌上的刺激，而是整體的感覺的加重。你散發出那種有自我，然後卻不驕傲的那種氣質，非常吸引他。因為世界牌象徵某種成熟的整合，他會覺得你的人生有自己的節奏，有邏輯。然後太陽牌代表說很透明、很真誠，他覺得跟你相處的感覺應該一定是非常放鬆的，一定不需要防備的。他是那種喜歡靠近那種能讓他放心的能量的那一種人，所以這不是在尋找一個愛情開端的一個激情，而是他想要遇到一個可以讓他完全卸下自己的偽裝跟防備的人。所以他注意到你的時候，不是因為你有多耀眼哦，而是因為你真的讓他覺得說這個人足夠真實。所以他注意到你之後，反而變得更加的冷靜，因為他內在的那一個權杖國王出現了，正在評估說我要怎麼進場，我要怎麼靠近，才不會打擾這個人原本的那一個美妙的節奏啦。所以，我們看到權杖國王如果跟金幣騎士結合的時候，我覺得這個人表面上看起來很外向，有領導力，但實際上他內心有非常強烈的紀律跟重視責任感。所以，權杖國王的能量代表說他在生活啊或工作之中就有明確的方向，他不是那種漂浮的人。因為金幣騎士的出現，則去替補了或是修補了他身上某種行動模式，變得更加的穩定、更加的持續、更加的有計劃，來去補足了權杖國王的一些土能量的不足。所以簡單來說，他是那種做什麼都好的人，然後不是做什麼都好了，是做什麼都會做到好的人。因為這樣子的人在情感上面，他不會輕易的隨便喜歡上誰啦。所以當他注意到你的時候，他會開始整理自己的狀態，或是檢視自己說，我現在有沒有時間去經營一份關係，然後在要關係往前靠近的時候，我一切都準備好了自己了嗎？他喜歡一步一步的靠近，然後不想讓感情變得非常的雜亂，所以他可能暫時不會立刻接近你，然後而是在你身邊去了解你，然後觀察你的很多的習慣、生活方式、朋友圈這些。我覺得他想確認的是，你是不是跟他一樣重視人的真誠，跟有持續穩定各種情緒的能力，這樣，因為他的個性有一種守護別人的人、領導別人的人的氣質。他喜歡主動、願意照顧別人，但同時他也希望對方能夠獨立。他不是那種控制欲很強的人而是習慣對所有事情都有責任感。他喜歡負責任，所以對他來說，愛情就像一個將要共同建築的未來的心中的那個家。所以他必須要確定一開始的時候，這個地基礎需要非常穩，他才會有覺得可以走進來的這個可行性。所以他內心還是有一些矛盾，主要是月亮牌的逆位的掙扎啦。雖然他外表看起來很有自信，感覺方向感很明確，但是月亮牌的逆位顯示說，在他注意到你之後，他心裡其實有一些的不安全感跟懷疑自己的某些小片段時刻啦。因為他曾經在過去的感情裡面有可能被誤會，然後遇到很多太多不太確定自己情緒跟感情方向的人，
所以他這一次在遇見的時候，他特別謹慎，因為月亮牌的逆位代表說很多的幻覺會被打破，也代表說他不想再用這種搞不清楚的情緒去面對新的愛情，所以他會先分析這個感覺是真實的感覺，還是只是他自己內心心裡的投射或是渴望的幻覺出現。他害怕自己只是被短暫的你所散發出來的吸引力所迷惑而已。這也是為什麼金幣騎士的步調會這麼慢，因為他要確定接下來他要進入的這個關係裡是能夠長遠的東西。但太陽牌在這裡以後成為他的指引，所以當他開始主動去了解你，慢慢的觀察你，靠近你的時候，他會發現這次的感覺跟之前真的都不太一樣。所以你讓他覺得很溫暖啊，很穩定啊，可以被信任，這個就是他初步覺得他很難抗拒的吸引力。所以太陽牌在這裡其實會驅散了月亮牌逆位的那個陰影。月亮牌的逆位本來就會有真相的浮現，可是太陽牌又照亮了、強化了這個真相，所以他會從懷疑自己的方向感轉而變得非常明確。只是內在會有一些小小的猶豫，可是一點點時間之後，太陽牌進來之後，他就會轉為實際的行動。所以在行動上面，我們看到他可能的行動跟靠近的方式會在我覺得權杖國王跟金幣其實這裡的組合就有顯示出他會主動，但是他不會急。他會用具體的行動來展現自己的對你的興趣或是各種的興趣，譬如說他會積極創造見面的機會，然後他可能會透過共同朋友的邀約，然後讓你們出現在同一個場合，然後借由這個場合的遇見，然後他慢慢的跟你做初步的交流，或慢慢的熟悉你。那他可能也會請求朋友的幫忙做介紹，這有可能哦。最後，他有可能會在朋友的相遇或是偶然的遇見的時候，他會用一種比較開玩笑的方式去試探你很多的反應，去捕捉你很多的資訊。這樣，他本質上不喜歡曖昧，他天性上也可能不懂搞曖昧啦，所以他不喜歡太複雜的情緒跟複雜的關係。他相信直爽的行動、真誠的行動，才是人跟人之間最坦誠的表達啦。所以，當他注意到你之後，他會開始用很多的時間去投資這份關係的展開，好，來去確定這份緣分是早實存在的。我覺得他不是那種會連續一直傳私訊、傳訊息去留言的人，而是他每次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他都覺得他都準備好了，而且是必須要帶給你某種價值的人。可能就是會出現在你有些小困難的時候，他就會出現提供一些幫忙。然後在你分享一些 po 文限動之後，他會給你一些具體的回應。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巧合，而是他有很努力的想要維持你跟他之間有一种和諧的節奏啦。因為他想讓你知道說，我是在意你的，你也會慢慢感覺到我在意你，但是我絕對不會給你任何壓力。好，所以這種關係的前進是非常慢的，可是他要維持住所有的關係裡面都是非常好的基石，是非常穩的。因為他知道要讓你信任他是需要花一點時間的，這個都不能取巧。那麼，我覺得你們之間的吸引力的一個內容啦，哈，主要是還是在世界牌跟太陽牌這個能量，代表說他覺得你是非常完整的，而且他已經看到你內在真實真誠的那一面，在他眼裡啊，你應該是一個知道自己要什麼，也知道什麼東西不適合自己的人，所以他覺得你身上有一種很清晰、很清楚的光芒，不是高冷的，而是絕對誠實的。然後你讓他有一種特別的安全感，也激起他想要展現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的那個慾望。所以權杖國王的那一份自尊心，讓他在你面前想要成為更好的人。那他會默默注意到自己的言行穿着，甚至改變生活習慣。然後他在現在的這個階段，他會想要讓自己是配得上你的存在。所以金幣騎士的能量讓他特別欣賞你生活中的各種的細節。你可能是一個在自己的節奏裡面生活得很好的人吶，然後這對他來講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因為他知道像這樣子可以在自己節奏裡生活得很好的人啊，是不需要被討好的，只需要被理解，嚮往被理解。所以在未來的走向的話，我覺得這5張牌的能量組合起來，尤其特別在世界牌跟太陽牌的話，我覺得它幾乎在預告一件事情，是你們的關係連結、遇見、交流、互動，是絕對會在實際的生活邊會發生的。那如果以命運能量的推進的話，可能會有好幾個階段，就是可能第一個階段就是說，你們會在日常生活中會有一些互動啊，社交圈可能會開始重疊啊，然後會開始有一些交流。
那第二階段可能就會進入到你們的對話比較多成熟的狀態，然後月亮牌逆位的那個迷霧就散開了。這個時候他就會表達比較多的關心，然後你對他的存在感也出現了，然後他可能會更進一步的想要去了解你更多，你會知道他想要了解你很多，很熱情，很積極，積極性就會加強。那可能再到第三個階段的時候，我覺得太陽牌跟金幣騎士能量進來的時候，它就會變得比較日常化。你會發現它已經慢慢融入你的生活，習慣出現在你的世界，你也習慣它出現。可是他不會強求一定要趕快確定關係，或是所有事情都要進入在浪漫的一個狀態。他知道時間慢慢累積之後，你們有某種默契之後，自然而然會走向關係更加緊密的階段。他不急躁，所以世界牌在這邊其實在暗示一件事情說，你們這兩個人的關係的遇見，其實就有後面實際能夠發揮出一種共同生活的展望的潛力啦。因為這個人的出現絕對不是短暫的情感的過客，他會成為你生命裡面有一種讓你會向往可以共築未來的這種好能量的靠近。好，那我們再看到檢視一下他的人格的輪廓了哈。我覺得整個看起來，我覺得他有特別的三個特質。第一，他是一個行動派的人，可是是穩定的。第二，他實際上是願意守護你的，因為他責任感非常重，可是他非常尊重你的空間，只是他不太擅長表達自己的情緒了。可是他會讓很多的細節讓你感覺到安全感。再來太陽牌的話，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真誠的人，他不喜歡玩心理戰，不喜歡猜來猜去，他所有的誠實，各種想要表達的想法都是很直接的，因為他永遠都覺得真心誠意的坦然是比各種表面上的包裝虛榮都更為重要。但是這5張牌唯一的小缺點就是月亮牌的逆位哈，他仍然還是會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誤判，然後人的真心真的有這麼真誠嗎？他內在有這個掙扎了。可是我覺得因為太陽牌跟世界牌的出現，我覺得他慢慢會發現說這都是他多想了，他可以完全信任你。所以我覺得到這邊先做一個小小的總和的話，我覺得這個新戀人確實是已經開始慢慢的行動了。我覺得他現在可能只是在比較你的生活圈的比較邊邊，但是已經逐漸跟你有交集，跟你的共同朋友、認識的人有交集，然後他會慢慢的讓你發現說，這個人其實可以放心的，因為他確實是會用一些行動跟時間證明他是真的是很有誠意的人，而且他有一種非常穩定的能量。再來後，我們再來看看這5張牌，還有叫延伸到一些能量的契合度啊，深層對談的一個效果，還有它對你未來是否帶來一個很不錯的幸福的方向哈。所以這段緣分的能量一開始就非常穩定、乾淨了哈。我覺得抽到這5張比較像是說，這個人很像是宇宙特別挑選過的、適合你的節奏的人，然後能量，你看他之間不會有不會有那種忽然就所有的東西都燃燒殆盡的那種感覺，它比較像是2條軌道一開始互相不相干然後就越來越走越近，然後幾乎就平行，然後就到某一刻，好像角度就慢慢的往上110.1、110.2這樣上去之後，它突然到某一刻就合併、交匯、重疊，所以這樣的關係是那種漸進式的靠近啊，不知不覺就契合了。因為真主牌中的世界牌。非常象徵於你們2個合併的那個節奏，然後權杖國王跟金幣騎士的步調會互補，然後太陽則讓整個能量保持開放。那他這個人來不是要去教你什麼課題啦，而是要和你慢慢的往未來走去一個穩定的，然後慢慢的成長的一個階段，這樣。所以你們的連結其實算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愛情的一個形狀，是一種我懂你在努力什麼的一種很強烈的互相理解，所以在能量的契合度上，我覺得它有一個動、一個穩、一個陽，然後一個柔。你看它在能量的呈現出一種互補的契合，它是權杖國王的那種主動啊、熱情啊，現實中會掌握一些節奏的人，而你在這段關係裡面，代表說你是太陽背後的一個柔光、真誠、溫暖、有觀察力。世界牌讓你們像拼圖的2塊了，一開始彼此都獨立，然後拼上之後卻有意外的完整。然後在能量的互動裡面呢，它給出一種行動與穩定的一個框架。然後你提供的是那種情感的信任的空間。這2種能量融合在一起的時候，不會一開始就火花事件，但是長久以來是非常平衡的。它需要你那種柔性的力量來安定內在的那種不安，你也需要它有種行動力的現實感，把生活帶到理想的位置落地。
他會是那種讓你覺得慢慢放鬆的人了。一開始你可能覺得他太過理性、太按部就班，然後但越靠近你會發現他其實很懂得照顧別人，只是他不會說出來。他會記得你提過的小事，也會默默的幫你解決煩惱。然後你給他的是他很久沒有感受到的那種被理解。所以他的過去生活可能在長久期盼着，或是扮演着、期望着自己是一個照顧者，然後領導者的角色。而你在他身邊的時候，他終於覺得自己比較能夠做回一種普通人的感覺，能夠自在的笑，能夠脆弱哈，也不用一直堅強。所以這樣子的能量關係啊，在整個牌面裡面被稱為一種很協調的戀愛，很協調的愛。它不是衝突型的，是滋養型的。權杖國王的火跟太陽能量的光相遇的時候，它不是燃燒，它是一種相融。然後金幣騎士和世界牌的能量，讓這段關係變得很穩定的一個軌道。所以兩人都在這種自己的節奏裡面前進，可是卻朝着同一個方向啊。那你們我覺得談到深層對談的這個時間點，我覺得它不會來得太早，因為它不會輕易的打開內心，然後因為金幣其實讓它變得很慢熱，權杖國王讓他習慣主導，所以那月亮牌的逆位常常會提醒他說，他其實很害怕情感被誤解啦，所以前期會特別謹慎。所以整體能量顯示說，這一次真正能夠深入交流的第一次機會的話，情感對話的一個時機的話，大概會在你們認識之後的3個月到4個月中間這一段時間。這不是固定的時間，而是他在告訴你說，前3個月會讓你們兩個從熟悉到信任，然後就開始會有這樣的對談。所以具體來說，深層的對談會發生在可能發生某些事件啊，或是剛好就在兩個人都在旅遊或什麼非常輕鬆的一個情境的時候，兩個就會突然談到人生的過去啊、內容啊，分享自己過去的經歷哈，比較深刻的，比之前以往談的再更深刻一點。然後會感受到對方會跟你表達說，他其實不太習慣講這些，他其實也不太訴說這些跟任何人，他都放在心裡。所以，可是他知道你會懂，所以他這個時候他就會講出來。所以，當你們有開始深刻的對談的時候，那個瞬間會是關係真正啟動的時候了。他不是那種容易說出心事的人哈。那月亮牌的逆位代表說，他過去確實有很多的陰影，但是在太陽在這組牌裡面成為一種很核心的能量的時候，象徵着他確實會在某一個時機裡面去打開他自己的心房，讓你去認識到他。所以當他開始對你說出他內心的很多的過往、過去跟真實的想法、對人生的想法的時候，表示他已經從對於觀察這份關係、探視這份關係的時候，已經轉到非常信任了。所以這是對談啊，有深刻對談的時候，會讓你們兩個的距離有明顯的改變。你會發現他的語氣開始變得比較柔軟，不再是那種條列式的工作室的一種理性，而是開始感受到，他明白知道你是能夠理解他的人哈。所以在這之後呢，你們的能量就更加協調，因為世界牌跟塔牌的組合象徵說，這段關係開始要進入那種互相照亮彼此的那個階段了。所以我覺得他對你生命的影響哦，我覺得他出現在你生命裡面呢，不是為了要重塑你了，而是為了穩定你的正在成長的這個能量。如果你過去的感情經驗比較混亂，或是有高低起伏很大的話，它的出現會讓你知道說，原來安定是這樣子的感覺。那權杖國王會讓他在這個關係裡面有明確的角色的扮演，他會是那個帶方向做決定，然後處理現實層面的這個人。而且金幣其實又會讓他非常務實，不會只是空口說白話，不會玩心理戰，他會在你身邊陪伴你，然後你會慢慢習慣一種很安全但是不無聊，然後有一種很甜蜜的、很細微的幸福的感覺。它會影響你去重新思考跟重新定義愛情這一件事情，不一定是愛情，它有可能就是愛這一件事啊，各種愛的這一件事。它會讓你明白說，愛不是劇烈的拉扯，而是平穩的一個互相同行、旅伴，整個人生的旅伴陪伴。它不會用很戲劇性的情緒讓你感受到它的存在，但他只會用很多的行動讓你知道說，我在這裡，而且我不會離開。所以他也會讓你變得更相信自己哈。然後太陽的能量會在他身上变得很強，他會不斷的鼓勵你、稱讚你，然後不會虛偽的恭維，然後會真的看到你真實的努力，然後發自內心的真稱讚你。他會記得你做的很多事情，會關心你的夢想，會問你進度如何，有沒有需要幫忙，或是有沒有一起需要幫你想辦法。他會在你身邊，然後讓你覺得你做很多事情、很多想象都是非常安全、可以很自信的去表達。這就是他在你生命裡後來慢慢相處之後對你的影響。然後他會讓你變得很穩，變得很真實，變得夠相信幸福其實是可以長久的維持下去，就會有得到回報的哈。那講到幸福這裡的時候，我們就講說，他如果在整個人生裡面帶來給你的幸福的感覺，應該是什麼呢？我覺得，這個人比較像是你的人生裡面命運中
要遇見的那個安定時期，讓你發現感覺到什麼叫做真正的跟一個人相遇之後，能夠真的進入到安定的那個感覺。所以它帶來的幸福其實不是驚喜的，而是那種日常生活中慢慢的滲入到你的生活裡。我覺得它會帶來的各種幸福的感覺，會體現在很多生活上的小事情上，比如說一起喝咖啡啊，一起去吃東西啊。然後晚上忙了一天之後，聊聊今天遇到的事情啊，然後順便傳訊息提醒你說該吃飯啊，這些的小小的零碎的，好，然後或者是在你很煩惱的時候，聽聽你說什麼啊。因為金幣騎士的愛其實是非常具體的，他不會嘴上一直說我愛你啊，每天這樣說，可是他會用非常多的小動作來告訴你說他是很在乎你的。那他會是那種在你工作忙到沒時間吃飯的時候，然後會主動幫你買東西啊，然後放在你需要的位置啊，然後再傳訊息啊，然後會告訴你說記得吃啊，不要累壞啊。然後它不一定是很浪漫的，但是它是會過得很真實的啦。我覺得太陽牌代表什麼？太陽牌代表一種很透明的信任的幸福，它不會讓你猜，然後不會讓你懷疑。如果它會來，它一定他會來，他就一定會在附近，讓你知道他在，然後看看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如果你在忙，他也不會去打擾你哈。那如果他真的在忙，他也會告訴你說他真的在忙，他會再去抽出時間再去看看那個空閒時間，他再回復你這些的。他非常誠實就對了，然後他會讓你非常相信說感情可以很單純吶。那世界牌在這裡的意義在於說，這段關係會讓你體驗到一種你其實是很完整的，然後你很有資格，很有能量可以接住這種幸福。你會發現說，終於到了一個完整的一個最後的收尾，然後你不用特別去追求，或是去領取或什麼，這個完整就已經會慢慢在你心裡變成一種很飽和的一種滿足感。所以你在他身邊的時候，你也不用假裝特別可愛啊，也不用假裝特別成熟啊，你可以做任何自己，可以隨着你的情緒上下起伏。他喜歡的就是你真實的表現所有事情，甚至那一個覺得自己很破碎或是完全都沒有整理好的部分，他都知道。所以這份感情，我覺得它是兩個已經在感情上非常成熟之後，然後發現人跟人在一起是要喜歡共同努力的感覺哈。所以他會讓你感覺到，你的生命裡中有一個很強的重心，你的生活不會再飄來飄去，不會再焦慮。雖然也有焦慮，但是有人可以依靠，然後不會再懷疑自己的價值。雖然有時會懷疑，可是旁邊就馬上就有得到一個情緒價值或是認定的價值。它會讓你知道你是獨特的哈，然後，但它不會讓你依賴它，它只希望能夠維持你整個生命裡面的那一種穩定性啊。好，所以我看到世界牌跟太陽牌同時出現在這裡的時候，其實可以斷定說，這個相遇其實確實是有實際開花結果的關係啦。那只是核心就是兩個人要比較維持住比較開放的心，比較誠實的心哈。那關係從初期從相互尊重建立起來，然後慢慢的時候就會有非常明確的感覺，會彼此承認彼此的一個信賴感，然後他應該會慢慢的讓你知道說，他不是只是想嘗試在你身邊，他是真的很想在你身邊。好，差不多會到了這個自然而然的在生活裡面有點融合的節奏。那這段關係，我覺得它最美麗的部分，就是因為你會發現有一份愛細細的，慢慢的深入到你的生活裡面，好像在你的生活裡面永遠都不會缺席。所以我覺得這個人一開始遇到你的時候，覺得他不是一個只是一時興起的好感，我覺得他看到的是你身上那種跟他相似的某種穩定性跟真誠。也許你沒有發現，可他的出現會帶着世界牌跟太陽牌，把你這個部分照亮。你會發現說，原來我有，原來我這麼好，會這樣子。因為你們的靈魂能量的契合度，我覺得在這邊5張牌看得出來，你們契合度應該會很高。他會給出很多的行動，給出很多理解，讓你理解。好，這是太陽牌帶來的光芒。那你們的命運其實會讓彼此在很對焦的時候，其實就會開始相遇了。在那之後，他會慢慢的滲入，他不會動作很快，他會慢慢的幫你們整理出兩個相處的節奏。然後你慢慢發現說，每次跟他相處的時候，情緒都非常安定。然後你慢慢相信說，原來幸福還會再出現，而且幸福是可以不吵不鬧、安安靜靜的。因為它帶來的絕對不是那種短暫的浪漫，也不是煙火型的，它要的是那種每天都是會出現的陽光的一個感覺哈。好，那這個就是第2張牌的所有部分哈。那希望這種用組合的方式，可以讓你更了解5張牌裡面可以帶來的所有能量的面向哈。希望給你一些不錯的方向，然後樂觀的期待。那就謝謝你來聽了哈，祝福你。
來，我們現在來看到選擇第3號牌的朋友哈。那今天有5張牌了，5張牌我不會獨自講，我還會讓他5張交錯的講，結合着講，講這個主題哈。那你慢慢聽。那從今天這個題目來說的話，其實這個人出現的方式哈。他原本不是帶着那種明確目標靠近的人啦，也不是那一種會從遠遠的方向觀察你的類型。我覺得他的出現比較像一種能量就立刻點燃的，一瞬間他看到你，感受到什麼，然後那一份那個煙火火花就綻放出來，然後開始燃燒。這個情況在我們平常翻牌裡面是比較少出現的，因為我們都會比較希望求一個穩定的、慢慢的接近這樣。可是第3張牌的卻完全不是哦，因為權杖1在這裡代表說新的衝動。那個能量的快速啟動，然後聖杯騎士則象徵說他被感動的那一刻，然後節制牌讓這份感覺不至於爆炸，而是轉化、轉彎、結合、融合成一種比較溫柔的靠近。那正義牌金幣5的逆位，則揭示了這個內在其實有一些矛盾，我們待會探討，因為他其實也在遇到你的這一刻，正在學習如何重新相信愛。重新相信自己也值得被愛，所以換句話說呢，這個新戀人注意到你的時候，不只是因為你吸引到他，而是你在那一刻突然喚醒了他某種想要再去感受一份真實關係的那一種勇氣跟熱情啊。那回到他注意到你的瞬間的時候，有某種很奇妙的真誠的感動瞬間，也許是第一眼、第一次對話、第一個互動這樣。就某種東西被燃起了，因為這個人可能經歷過一段情感的空窗期，然後或是也才從一個舊關係裡面走出來，然後讓自己寂靜了一陣子這樣。那金幣5的逆位表示說，他曾經是被忽略了，被冷漠，然後那感覺還在，但他不一定是剛失聯，而是那一種。他在情感的整個旅程裡面有長期的孤獨，或是他現在先維持的一段他設定好的時間裡面的孤獨。那這種孤獨感在遇見你的當下，其實還留在他身上、心理上。所以你出現的方式會讓他感覺到是一種好久不見的溫度。其實你不用特別做什麼事情，只要他看到你，觀察你的一些舉動，聽到你的聲音，他的那些他已經遺忘已久的在愛情裡面的那個溫度。就突然被點燃了希望，然後被照明了。原來他還身上心裡還有這樣子的東西，因為權杖1的能量就是新的動能心理的動能重新被喚醒了。所以在那一刻後，他心裡可能在想說：這個人跟我以前遇到的都不一樣。那他喚醒了我一些已經拋棄的東西，然後他喜歡的是。他跟你觀察你的各種方式，他發現說，其實他已經不用再像以前這樣子，需要去表現出最好的樣子，或者去猜測你會喜歡什麼這些。他不希望他不需要，然後他可以很輕鬆不做作的就慢慢的靠近你，因為聖杯騎士的能量讓他發現說，你所散發來的能量的魅力跟他接軌的那個能量的方式是一種柔軟的情感。然後節制牌在這邊又做一個補充說。他同時能夠控制自己，不要太快、太衝的往你身邊靠近，會讓這個感覺不會太快升溫。因為他其實也蠻害怕誤會，也蠻害怕重蹈覆轍的。不過他內在的直覺，比理智更快。他其實已經默默的決定說，我想要了解這個人，那我會照着很不錯的節奏靠近，但是不要拖，也不要慢，想靠近就快速靠近，但是還是要有節制牌的能量，讓他會在。情感跟理性之中要做出一個很不錯的平衡，然後但是核心還是要去感受自己的靈魂的直覺，如何牽引他往你身邊走去，不要放棄，或是不要太過擔憂害怕。那這5張牌大概也是能看到他的一些內在人格特質啦齁，基本上可以先設定成一種有溫柔的。外在表象的性格，但是內在還是有一些的防衛心啊。因為聖杯騎士是整組裡面，我覺得最明確的一個能量，他很感性，然後很有想象力，但是也很容易陷入情緒，也就是他暈得很快啦。但搭配到正義牌跟金幣5的逆位的時候，好像可以平衡起來。當然，不要忘了還有節制牌，所以呢，可以看出來他這個人其實是個很溫柔的人，可是內心呢還是有某些戒心還沒有完全拿下來。因為他內在其實很重情感啦，但過去可能就是因為太重情感，太相信別人，然後結果受的傷就很重，所以現在變得比較小心翼翼，這是很人性的反射啦，反彈。那他現在
很懂得表達，會關心他人，但心底還是很害怕被拒絕。所以有的時候你會覺得他很主動，可是下一秒他又退一步，感覺很像在測試你，可是其實不是，他是在害怕自己。所以他剛開始跟你相遇認識的時候，你會發現他的存在感好像忽明忽暗但沒關係，他會慢慢的調整，因為節制牌這邊的平衡的學習課程已經進來了，他會在這一段時間慢慢的學習自己心理上的各種情感理性的平衡因為他不想再陷入那種全心投入然後很快就崩潰的一個關係，所以在注意你之後，他其實有很努力的讓自己保持冷靜，雖然內在的那個火焰跟水能量一直在爆發，所以他隨時都在告訴自己說不要太快喜歡，不要太快喜歡，可是心底很難否決自己真的很喜歡。那內在的聖杯骑士其實一直在悄悄的幻想跟期待，如果你能夠多一點在意他就好了其實這樣子的狀況讓他看起來整個人很矛盾，很想靠近又害怕自己太主動，所以他在行動上会變得好像在試探，可他其實不是在試探，他其實是在約束自己啦。例如他可能你剛剛開始認識聊天的時候，他可能傳訊息，你已經看到了，就他又很快收回，又換了內容又再傳這樣，或是他已經傳一個訊息跟你想說要開頭聊天，就他又把它收回，然後換另外一個話題開始，你會覺得這個人很奇妙，很奇妙。其實他不是在搞曖昧，他其實很多狀況是，就像我们剛剛前面講的，他之前投入的太多，受傷太多，他其實有點意外。愛情來的比他所設定的時間快很多，那這邊可以看到說你什麼東西吸引他？我覺得在權杖一有講出來一點點，就是能量，你們兩個能量，因為你身上有一個讓他重新燃起動力的那個特質，他很難解釋，但是他看到你之後就相信，再重新相信愛情又來了。為什麼要這樣說？因為他之前確實好像有完全放棄跟不抱希望，愛情會再次到來，所以你身上所帶來的那一種。你身上自己的自信跟對世界的真誠，或是你對生活的一種熱情，讓他感覺到說，奇怪了，世界其實還有一些光是他能夠觸碰的。所以金幣五的逆位是在說，他在注意你之前，其實他對愛情是心灰意冷的啦。因為他以為自己再也不會對誰有感覺。我相信很多人都這樣，這是一個保護作用，可是也是一種不要再讓各種的期待一直在每日每夜傷害自己。但是你的出現讓他發現。他怎麼開始想要重新開始進入愛情呢？在他眼裡，你不只是很吸引人，還有一種療癒功能。因為雖然排斥離開，不想再接近，可是心裡還是覺得，如果真的還有愛情再來就好了。所以你在出現的時候，他心裡就覺得說，原來我還是有希望的，還是有人愛的，還是可以愛人的。這個療癒功能一直在他心裡在浮現，所以他也很難拋棄對你的喜歡。那節制牌的影響讓他覺得說，你真的是剛剛好的時機，剛剛好的人。剛剛好的性格，不太冷，不太熱，也不會刻意迎合各種狀況。你給他一種很奇妙的自在安全感，然後讓他覺得這就是他所期待的，可以放下自己防備的那一個瞬間。所以他注意到你的時候，不只是喜歡，而是發現說他的能量、生命、生活終於找到一個他能夠站穩的平衡點。所以他很想靠近你，讓你所帶來的這些特質，讓他的生命能夠站得比他以前更穩，而不是自己一直在壓抑、堅持、控制的很辛苦這樣。那你們之間的能量的結合，我覺得，比較像是療癒跟重啟的兩個能量，互相療癒。因為你對他來說是一個重新打開情感閘門的人啦。那節制牌代表說，這個流動跟交換，你們之間的能量其實是交換的非常細膩。你們慢慢相處之後，就會發現說，你們的互動啊、交流其實可以很細緻。所以當他靠近你的時候，他的情緒會變得比他平常還會再穩，然後當你跟他互動的時候，你也會發現說自己變得比以前更柔軟，也沒那麼防禦，因為你們兩個的能量其實還蠻對齊的，跟相似，只是相似之中有很多你身上的東西是他遺忘的，或是他之前拋下的，然後你把它再喚醒了。所以正義牌在這邊象徵說，這段連結會幫助你們兩個重新找回自己人生最平衡的一個狀況，就是看似好像是你幫助他，可是其實也是在幫助你自己。原來你可以平衡到更好，所以他在這段關係一開始進入的時候，他會學習到信任跟重新被接納。另一方面，他其實也讓你跟他在互相修復，很奇妙的感覺哈。你以為你在修復他，其實沒有，其實他在某個角度或者某個時空的前後順序來說，後面才發現說，原來他也在不斷的修復你某些傷口過去空白。所以金幣五這邊的逆位在強調說，他其實是在從一個很孤單匱乏的心靈狀態恢復了，然後你給他的一個是
很強的能量，讓他突然相信說，原來還有另外一種世界。同時，你也在這個互動的時候找到，原來自己也可以這樣子溫柔的對待別人，給予別人力量。所以這種關係不一定一開始就非常穩定，但是兩個破碎的部分就會慢慢的貼合修補。你們其實有很強的互補作用，但是這個互補作用比較像是有一點點其實你們兩個是一樣的能量，一樣的東西，只是兩邊都在不同的地方缺少了，結果另外一個人身上還有，然後他就拿來幫你修補，而你身上有的，他已經失去了，你就幫他修補。你們是這樣子的兩組東西的補齊。那相處過後不久，應該會有不錯的深談的一個時間。就這段關係大概推進到某個程度的時候，兩個人都放下某些防衛的時候，然後節制牌跟正義牌的發展能量也不錯的時候，然後權杖一在某些時刻就會把關係加速。大概你們認識的1到2個月左右之後，應該就有可能會有比較深刻的對話。那會聊到更深的事情。然後會聊到自己其實很需要被理解，但是整個世界都不理解。然後你們兩個的內在能量、靈魂能量就突然被對齊得很準。那兩個人就會聊一些話題，才發現說彼此都非常的懂話中話跟未說出口的話。於是在這一次之後，有可能第一次的深入對話之後，應該是蠻放鬆的。然後他應該會發現你有某些無法說出來的話，所以他會提起勇氣去問。然後你可能會回應他說，你可能平常不太講某些事情，現在他覺得他可以安心的跟你說。所以在那一次的比較深層的對話之後，你們的關係會變成表面的互動，變成心靈階段，你是產生蠻不錯的連接。那他不會說太多，但是內心都是非常真心的。所以那一刻開始，他就不再只是把你當成是朋友注意你，而是他發現說两個人是可以互相依附跟依賴的兩個能量，可以做交流。那個權杖一跟節制牌的火能量就開始綻放到讓你們兩個推進到下一個階段。那如果我們在這邊再看他說他對你人生裡面的影響的話，我覺得除了你對他帶來了一種重新相信愛情最出現的能量之外，我覺得他也會讓你看到說，愛情其實有的時候是兩個破碎的能量相遇才會變得這麼真實，好像兩個很有故事的人互相分享彼此的故事，原來這個世界愛情裡面的真實狀況是長這樣子。所以你們兩個會互相學到說，其實在愛情裡面不需要取悅誰啦，而是要讓彼此都能夠真實的把真實的情緒拿出來，兩個人接住、看見、討論，帶來溫暖。然後節制牌跟正義牌的組合，讓這段關係帶有一種情緒長大了的意味。以及中間兩個人互相分享、互相教育、互相成長，那兩個人的情緒的成熟度就又長大了。所以他有可能在相處的時候會幫你調整你的情感的節奏，也幫助自己調整情感的節奏。然後會發現說，如果你過去太過投入，他會教你怎麼慢下來，因為他之前就是這樣。那你過去如果太過理性，他會教你如何相信直覺。那他不會強迫你改變任何事情，而是他會用陪伴來影響你、傾聽你，然後再慢慢的給你一些選擇，說也許這樣子做會不會比較好？你可以試看看。他不會強制把自己的生命概念跟價值置入了。我覺得他是屬於那種看似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其實在很多小細節都為你做了很多事情，然後慢慢的影響你。他會在你的生活日常裡面陪伴你，但他不會去覺得你應該要做什麼是最好的或什麼。他先陪伴你，幫你助你一起找到答案。那這種情感的流動會在頭3個月會非常多，然後你會慢慢感覺到這個人是個可以信賴的人，那個安全感也慢慢出現。然後對方最大的特色就是，我覺得這個人非常願意傾聽，因為他不會。他覺得他沒有資格給出意見，但是他會讓你把事情都講完，然後你做的事情都講完之後，他也不會去評價你，然後你會第一次感覺到說，原來你可以這樣子被理解，然後也不用害怕說出自己的真心誠意，然後會被別人指責，會被糾正，因為這個人所帶來的這個療癒的力量會比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更多，因為他不是來救你的，他是其實在陪着你回到你最舒服的狀態。好，那如果要以未來的方式來說的話，我覺得這段關係所帶來的幸福感不是外在的，而是心境上面的恢復到你們彼此都覺得是最好的心境的狀態。因為金幣5的方法表示說，他會帶你走出情感匱乏的階段，然後他也會讓你知道說，幸福不是每時每刻都黏着你，而是你想訴說、想依靠的時候，有一個人完全懂你，而且你完全不用擔心他聽不懂，然後他還會完全的聆聽。他會讓你覺得這個世界上你不是孤單一人啦。
所以他的幸福的傳遞方式非常特別，他不會給你一個驚喜的禮物，而是會給你時間，然後陪伴你。他會記得你所有的話，然後你會發現說，有些你講過忘記的話，沒有辦法理解自己的部分，他已經幫你整理完了。那他不會總是陪你笑陪你玩，但是你需要安靜，一個人安靜待在那邊，可是又不會覺得被世界拋棄的時候，他會陪伴你安靜下來。那權杖一跟節制牌的結合，代表說這份感情是有一種很強烈的動與靜的平衡。你累的時候，它會讓你靠近；你消沉低谷的時候，它會當你的燃料，是這樣子的。所以你們的互動很細膩，但是我覺得，因為分散在生活裡面的各種細節，其實會比一開始撞擊的激情的火花來的更真實，然後更可以信賴，可以細水長流。我覺得還有從這5張牌看到最特別的是說，它會讓你學會不要懷疑自己值得被愛啦。我覺得通常已經會來看新戀人、尋找新戀人，我們講了這麼多，其實都是因為寂寞太久，一個人獨處太久，已經獨處到練習到覺得自己一個人最好，然後慢慢的忘記自己其實也是值得被愛的，因為我們太久沒遇到會愛我們的人，我們從以前相處被愛的模式裡面，再找尋類似的愛情，就會發現他再也不會出來了。可是，在這一段，這個人出現，或是這個能量出現，其實他在出現之前，我們好像能夠找回說，其實我們也值得被愛，我們也已經成長到可以被另外一種模式愛着的那種感覺。所以他的出現，他會用一次次的穩定回應你說，我們其實是可以連接的，我們其實是心裡是有連接的，我們其實是可以產生新的信賴的，我們可以走出新的故事線的。然後慢慢的相處之後，也不用太快就慢慢的相處，有一天你會發現說，你已經不再焦慮有沒有人被愛，因為你發現說，好像有個可以傾聽、聆聽你的人，無時無刻都在。愛情雖然不會很快就出現，可是心裡的那個悸動跟怎麼講，也算有點依賴的感覺，一直都在，好像不孤單。那如果那一刻你發現所有的事情喜怒哀樂，你第一個想說的就是他的時候，他如果也進入了那個喜怒哀樂都想第一個跟你說的時候，那就表示你們幸福已經在那個平行線上走到同一個軌道了，然後幸福就真的從星星的宇宙的那個地方開始降落到地面了。所以我覺得，這個3號牌的這個新戀人的感覺是非常靈魂共振的，非常高度情緒的，很有高品質的情緒的。他注意到你的時候，心裡其實已經做出選擇了。他在靠近你、認識你、接近你，他自己就告訴自己說：“我相信這個就是整個宇宙又帶給我一次的愛情。”他是相信的往你這邊走來。那他帶來的不是轟轟烈烈的情感，他是發現說，當你們兩個開始靠近的時候，其實兩個人都有破碎，兩個人都需要重新學會愛情，重新學會溫柔。那兩個人大概到2個月之後，1-2個月之後，會很深入的一個對談之後，關係就會進入穩定，有可能就開始進入交往，而不是確定關係，就開始用想要練習跟找到是不是可以成為情侶的方式，慢慢的走下去。那他為你帶來的最快樂、最幸福的感覺，就是他那種情緒可以自由在彼此之間發揮，不用假裝，不用逃避。時間會讓你們在很多的對談裡面、相處裡面，慢慢修復彼此破碎的那個東西。破碎的東西當然不會全好，或是它會不見，不會，但是會發現說，原來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受傷了。然後，因為節制牌在整組牌裡面做出了很大的能量的平衡啦，所以你會發現說，相處起來就是那種溫溫和和的，可以走到很多位置，可以自由的在這份關係裡面，各種面向都可以表現出來，好像彼此都接得住哈。那我們繼續來看哈，從這5張牌來看一下可能會出現的你們相遇的時間、地點，或是能量連接的一個狀態哈。我覺得這個人的能量帶着一種慢熱，光從這5張啦哈。慢熱、慢熟、柔軟的一個狀態哈，他應該最近這個感覺已經重新啟動在他內心了。那我覺得他看到你，應該已經看到了，因為他這個狀態已經重啟了。可是你要跟他相遇，發現他在的這個狀況的話，我覺得應該會是在生活裡面不經意的偶遇啦。那個偶遇對他來講是很瘋狂的，然後可是對你來講是一個陌生的偶遇，可是對他來說是他必須要做出什麼的第一步的那一個相遇。所以權杖1象徵說一種新的開始啦，節制牌跟正義牌就顯示出時機成熟的時候，自然會被宇宙推到的那一刻。那金幣5的逆位卻有一種能量回暖的一個指出，是說
你們應該會在彼此都從低潮或孤單的感覺裡面往上走、往上升的時候會相遇，就是兩個人能量比較好的情況下會相遇。那個時候你可能已經把自己整理完了，然後他也差不多在心情上面也恢復了，在看到你之後，然後恢復了一種對愛情的信任跟向往。所以大概這個能量的，這個不是說這5張牌的選出了是什麼時間，而是說這個能量的發展應該在3個月內左右就會開始出現，就是1季之內就會開始出現這個能量會有所變化，然後會走到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這個內在能量的變化之後，然後就會產生能量的連接，這樣。所以大概我覺得2到3個月左右的時候，這個能量的變化成功的時候，他們就會宇宙就會發現說，大概可以讓你們2個相遇了，這樣。所以如果你突然感覺到你的生活開始恢復了一種新的節奏，然後你也很願意跟外界的人接觸，新的人、新的朋友圈出去玩，心態變得對整個世界心態變得沒有那麼緊繃，變得很輕盈的時候，對方應該也已經進入了那一種想要往你這邊邁出那一步的感覺。那宇宙看到了2個這個啟動性之後，就應該會把你們安排在某一個比較容易接近的故事線跟時間線上面了。那如果要從這裡看到你們最有可能相遇的地點的話，節制牌跟正義牌都是屬於比較中性、理性，然後有秩序的一個象徵呢。如果以這2個牌來看的話，應該會是一種比較安靜交流的環境，或者是工作上面有合作，或是外面的課程有學習的一個場合。所以，如果以工作上來說的話，它可能是有什麼專案啊，工作上面的合作，或是去參加什麼工作坊，好，或是朋友邀請的一種合作，這樣，反正它就是一個合作的狀態。有可能會遇到。那如果以節制牌來說的話，它講的是某種安靜的能量流動的位置，所以它可能是在咖啡廳、安靜的書店、展覽、身心靈的課程，或是聽一些比較靜態的講座，那分享的座談會之類的，那節制牌這邊在講的是，因為那個狀態是非常平靜的，參加的人不需要去刻意打扮，只要帶着真實的自己去的時候，然後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好親近的、很真實的自己，比大家沒有距離的那個狀態的參加的這樣子的團體活動的時候，也會比較容易遇見。那如果從這邊跳出來看到金幣5的狀況的話，它也有可能是想要去讓自己的能量恢復的一個狀態，譬如說去參加運動比賽，或者去健身房。那我參加一個旅程，這樣，它有一個很明確的新生活、新開始的一個節點，好像你能量都匱乏了，想要去旅遊一下，再回來充電完，再回來重新開始的這個節點的時候，也有可能會遇到。然後金幣5會搭配權杖1的能量，在這個轉換的時候會推動一下，讓你們走得比較近，然後讓你們2個能量比較對齊，就2個人都非常向往這個感覺的時候，就可能會產生前面說的一個巧遇跟偶遇。好，但記得這幾張牌講的一個基本的是，他其實已經看到你了，不知道是從任何角度，朋友的關係、工作上，他其實已經看過你了，或者在網絡上朋友的照片、朋友的照片，這樣共同朋友的照片或推薦朋友的，他已經看到你了。所以他看到你的時候，他不是一個看到陌生人的感覺，看到的是一個我現在有機會去靠近他，我應該要靠近他。所以在這些能量看到，其實他的主動性比較強，他可能會越來越不想錯過每次遇到你的機會，這樣。所以，如果以季節來說的話，權杖1，跟金幣5的這一個能量轉換的瞬間的話，然後又加上節制牌有所謂的變化，以重啟的話，我覺得差不多季節交換的時候會有啦。好，秋天轉冬天，天氣從熱轉到冷，夏天轉秋天，這個狀態都會有。好，然後如果要以你們相遇的氛圍、能量的推演，我覺得我在這邊再仔細看一下，我覺得，你們相遇的時候，會有一種，你會覺得整個呼吸起來的空氣很清晰，然後內在好像突然明白了非常多的事情。它不是在讓你明白說愛情來了，而是你會覺得說，你好像突然領悟到了很多自由自在、寬廣的感覺，會讓覺得自己的內在變得比較輕，好像不會太拘泥很多事情。然後是內心又有一種很奇妙的期待感，就好像覺得說，我已經淨空了自己內在很多的空間，好的能量應該要進來了吧？所以心裡會有特別的一種期待，就是我好想見到我的下一任在哪裡，他應該也快靠近了吧？你心裡這個期待變得比較強烈的時候，而且很平靜的時候，大概在能量上的角度，就是你2個差不多都準備好了，因為宇宙的流動是非常溫和的，它不會那麼刻意的推動你，它除非是你們非常靠近的時候，它在小小的推一把，製造一些
機會，讓一些選擇讓你們轉彎，轉到同一個巷口遇見，有可能會這樣。但是大部分的時間是溫和的，它會讓你們自己發現說，我現在的心境是適合戀愛的，我現在的心境是有人好像正在靠近，我也想靠近那個人的一種感覺，這個是一種很強烈的直覺哈。那也會在什麼樣的狀況會讓你們對話到？就是結果我發現，在某些場合，我剛剛說了，他其實已經看過你嘛，然後他看到你的時候，這一種你內在的釋放的空間，會讓他覺得說你好像變得很好靠近，他就會主動性，那一天就主動性變得很強。比起之前在看到你的時候，他覺得很難靠近，可是那個時候他的主動性就變得很強。所以這邊的人就會說，如果我們現在的內在是保持着好像有很多的啟發，願意得到很多的啟發，比較開闊的，胸襟比較大的，願意去嘗試很多新的，接觸很多新的，內在像一個白紙一樣的狀況的時候，對方在接近的時候，他就會發現我可以靠近了，我可以去跟他對話了，有這個狀況哈。那所以這5張牌整個看起來的話，我覺得最快2個月多，快3個月這段時間，它就是一個一季的轉換。那如果你今天看到今天這一題，剛好又在季節轉換的時候，就差不多那個3個月已經過了，就差不多到這個轉換。如果還沒有，你就要等一下那個季節的轉換的階段，這樣。因為這裡很強調說，從平凡之中找到了某個轉折點。新的習慣、新的環境，還有，如果你要以人為的方式來講的話，如果有一些你沒有預期上的邀約，就趕快去，因為它比較像是火能量的一種轉彎，他突然發現哪裡有亮點，就衝去那個轉彎這樣。那主要是大部分的情況沒有那麼特意這麼突出，是因為節制牌在控制所有事情都不要太過極端啦。只是還有正義牌在控制，只是金幣5有的時候它會逆着方向走。它會，讓很多事情，只要是感覺匱乏，只要是感覺淨空，只要是感覺有空間的時候，金幣5逆位的能量比較像是說偷偷開了一個後門，讓一些好事溜進來的感覺，所以它會出現一些不經意的情況，是節制牌跟正義牌沒辦法控制的，所以要怎麼去創造這個不經意的情況，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無意間的邀約，突然，比如說你的朋友突然。今天也沒有約你什麼，就突然6點的吃飯，5點就問你說你有沒有空，要不要來？有時候就突然講，或是突然告訴你說哦，沒辦法，我們今天晚上的電影可能取消了，那要不要去別的地方或是什麼？然後你就做出了一個新的提議，然後都要做了一個新的提議，然後你就去了。這樣記得要讓自己移動，移動，然後讓能量跟隨你。從我們剛剛講的金幣5，因為他們開了一個小小的後門。有點像是整個命運的一個小 bug， 然後金幣5就突然開，讓這個能量流進來，好的能量流進來，然後你就會在某些轉折點不小心溜到他的面前，你也沒有刻意要溜到他面前，可是就把很多的通路打開，他就剛好在你本來的不在的故事線上，突然在你沒看到的角度看到你，而你內在刊發出那種釋放的空間的時候，他就覺得我要靠近，我這次一定要過去，會有這樣的狀況哈。好，那這個就是3號牌的所有內容了。我覺得3號牌的狀況還不錯，很美妙。它偏浪漫指數比之前其他的都多，所以你可以樂觀的期待哈。那謝謝你來聽，我祝福你。